果你也想要制作爆款短影音轻松赚钱，或是好奇网络上这些高流量的 YouTube Shorts 究竟能赚到多少钱，那这期内容保证干货满满，你一定要看完。我们今天会分成3个部分，先简单说明怎么靠 YouTube Shorts 赚钱，再告诉你有哪些 AI 工具和业界秘辛可以帮助你快速生成爆红短影音，最后介绍 YouTube Shorts 的收益规定。怎么靠 YouTube Shorts 赚钱？目前大家靠 YouTube Shorts 赚钱的方式可以分成以下3种： 1. 用 YouTube Shorts 导流； 2. 做联盟行销来获得佣金； 3. 接业配。很多人经营 YouTube Shorts 不是为了赚被动收入，而是他们有自己的品牌或产品，只是透过短影音行销，将更多的潜在消费者导流到自己的网站里面。这种变现的方式是非常有效的，可以帮你带来很精准的潜在消费受众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很多 YouTuber 都会贩售线上课程或自己的联名商品。而对于 YouTube Shorts 新手来说，要达到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的门槛比较不简单。所以如果你还是短影音新手，不妨考虑第2个方式，也就是到联盟行销网站中找到可以卖的产品后，在自己的影片中或影片底下带入产品连结。只要你的观众从你提供的连结成功购买商品，那你就能赚到一部分的佣金。如果你已经能达到加入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的条件，那代表你已经有了一定的粉丝基础或流量。这时候如果能找到流量密码并稳定发片，那就很有机会可以接到业配而有额外的收入。如何快速制作爆红 YouTube Shorts？ 接下来我们来分享4个你不能不知道的业界秘辛。如果你想要快速生成爆红 YouTube Shorts， 一定要先做到这几点。正确选题。好的选题绝对是打造爆红短影音的重要元素。时下最容易爆红的就是紧跟时事的题材。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做出幽默有趣的日常影片，那瞄准娱乐、科技、政治、金融等类别的新闻去制作短影音内容，会是很容易带来高流量的方式。如果不知道现在最流行的话题是什么，千万不要只跟着直觉走，想拍什么就拍什么。可以用 Google 的免费工具 Google Trend 看最新的热门关键字有哪一些，或是查查你的竞争对手们都拍了哪一些有流量的主题。透过听从大数据的建议，一定能帮你省去很多弯路。使用 AI 工具辅助创作。大家现在都知道用 AI 工具是可以省下很多时间的，所以在做影片的时候，当然也要找到对的 AI 工具。GenApp 这个 AI 工具，它可以帮你快速的生成影片脚本、图片、文案，进入 AI 模板选择影音创作，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生成短影音的好用模板。我们只要在影片描述的栏位，很简单的输入这支影片大纲，选择你的目标受众，自行调整要生成的语言和个数，它就能一键帮你生成很完美的影片脚本。除了能帮你省时间，还能在你灵感枯竭的时候给你满满的创作灵感。最佳影片时长。目前有 YouTube 前员工现身说法，他表示，如果你想要打造爆款的 YouTube Shorts， 那一定要注意 Shorts 的片长。你的 Shorts 长度绝对不是越接近1分钟越好，因为根据大数据统计出来的结果显示，普遍大众呢更喜欢看一个30秒的短影音2次，而不会完整看完一个60秒的短影音。所以要怎么在越短的时间内越快抓住观众的目光，那就非常重要了。千万不要以为从第3秒或第5秒再开始吸引观众就好，很多人在滑到影片的瞬间就会决定要不要继续看下去了。所以如果你想要快速生成一个有视觉张力的图像，但不希望有版权问题，你也可以使用 GenApp 这个工具，它可以让你一键快速生成不同尺寸的精美图片。最佳发布时段。如果是有一定粉丝数量的影片创作者，建议可以到后台数据看看自己的影片什么时候发成效最好。如果是新手粉丝数量还不够，可以想想看自己的受众最有可能在什么时候看影片。还有一种方式是在不常见的时候发影片，比如在不是整点的时候，这样可以避免你的影片和其他高流量影片的发布时间重叠到，让你的影片更有机会被看见。不过在多方测试后，建议还是要统一发布时间，不然后续追踪的时候，你就会不知道到底是因为影片质量差影响到影片的观看率，还是因为发布时间不好才导致观看率下降。很多人会担心自己现在才进入 YouTube 会不会太晚，有这种担心是很正常的，但其实现在进入 YouTube 的市场真的不算晚，因为 YouTube 这个平台它是会力推新账号的，任何人都有可能会成功。虽然市面上的题材很多已经被别人写过了，
但我们的社会每天都有新资讯，所以真的不用害怕找不到好的题材。只要能达成以上4点，找到好的选题，用 AI 工具快速量产，找到最佳影片时长和发布时段，你也有机会做出爆红短影音。最新 YouTube Shorts 收益计算方式。而想要取得 YouTube Shorts 收益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首先，你需要先达到加入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的门槛。第一个是在过去12个内获得1000名订阅者，而且影片有效观看时数累积到4000个小时。第二个是在过去90天内获得1000名的订阅，而且 Shorts 的有效观看次数累积到1000万次。很多人这时候就会想，这2个条件都很不容易。那这2个规定里面，到底哪一个比较容易达成呢？那普遍创作者会认为是第一种方式比较容易成功，因为90天的限制真的相对起来更吃力。那为什么 YouTube 会这样规定呢？这主要是为了要平衡 YouTube 的长影片生态，因为 YouTube 的主页本来就是长影音，虽然后来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，又参考抖音的方式引入了短影音，但如果 YouTube Shorts 收益门槛定得太低，大家都跑去做短影音了，那它赢过其他影音平台的优势它就不见了。而 YouTube Shorts 收益的计算方式是 Google 它会根据所有符合资格影片的观看次数分配收益。如果创作者的观看次数占整体创作者的5%，就能从创作者整体收益中分得5%的收益。以实际的情况来说，就是大概每1000个观看数，通常可以拿到3到5美元，最低可能是1美元。那也就是指，当你有了1万的观看次数，你基本上就可以进账300块台币了。今天介绍的 AI 影音脚本生成器 GenApp 和 Google Trend 的连结都已经放在下方资讯栏中了，大家可以马上动手生成看看哦。如果你还想看更多最新 AI 工具使用教学，欢迎按下下方的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随时关注我们最新的影片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